Welcome back. I am Joe Black. 大家好，我是周贤忠 JOE。不好意思，这几天感冒，声音比较没有。大家都知道最近台剧的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影集非常的好评，我看完之后也非常的澎湃，心里也非常的激昂跟感谢。那我想要拍这支影片，绝对不是影评，那也不好意思，就是声音这么的听起来让人不舒服，但是真的很想要赶紧的跟大家分享这支影片带给我的感谢，带给我的想法，带给我想要讲的东西。再说一次，这绝对不是影评哦，我可能也没有能力去评这么长的一个影集，顶多平常在电影中可能一部电影短短的短评点评这样子而已。我要感谢《与恶》这部片，因为第一它的热度非常高，第二它让很多人看到了平常我偶尔会提到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我提到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条理或那么的全面，所以有的人可能听得一知半解，或者是想要跟我做辩论，但我可能也不太会辩，那导致我原本的本意遗失了。那要感谢什么呢？像常常看很多电影或者一些事件或者一些 Netflix 上面的影集，会跟好朋友讨论嘛。那有的时候立场不一样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小摩擦、小争执，可是这是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沟通。可是我往往在有的时候，我想要替这里面的某一个凶手，或是这个法服的律师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会站在这个加害人、这个凶嫌、这个罪人的立场？其实我不是的，我跟那剧中的人一样，当然知道他有错，而且是很大的错，可是更想要知道的是他后面的原因是为什么。那有的时候在跟好朋友聊电影，有的时候立场不合，最后也不了了之。当然不一定要有结果，但有这些过程是好的。那很感谢的是这部戏的推出，帮我说了很多我不用再说的话，可能对于我身边的人。那我也看到我身边的朋友，有可能原本他会第一直觉的很直观的就觉得他杀人，他杀害小孩子，或者是随机砍人在捷运上，所以他罪该万死，他不用多说什么了，赶快把它解决掉的这样的朋友，我没有怪他们，他们也没有错，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只是说想要跟他说等等，这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可以去慢慢的抽丝剥茧。那这部片帮我们说出来了。我想要再讲一个我自身的经验。1-2年前的一个新闻事件，当时我就跟我当时的好朋友讲说，我觉得事情可能不是这样子而已，有可能那个女的真的不知道。当然我会这样讲，不是说什么我多清高或多天资聪颖，不是，是因为有因缘际会下，我有认识到一些朋友的朋友，所以我自己会比较更能去用这个为基础去猜测更多的可能。结果当时不是很多人去攻击、去谩骂吗？看到新闻的时候，第一时间这样谩骂。当然，这部戏也讲了媒体的重要性。媒体真的太爱带风向了，客观、公平去阐述一件事实，带着太多批判性的字眼，带着太多煽动情绪的字眼，所以呢，那时候很多的网友也因此去攻击、去骂。结果殊不知几天后，案情大反转，所有人那时候新闻，我当然知道新闻一定当时要这么做，要赶紧在帮这个当时被误会的人做一篇新闻，因为他们自己媒体人知道自己有错在先。那些删掉的网友们，就是因为也怕被告，因为也骂错人了。好，我要说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发言前想一下再去发言，或者是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说不定真的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思考。那当然回到原本的主题，对于一些已经是既定事实、罪大恶极的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不要因为太过害怕，或因为太过民粹，就去鲁莽的做一些决定，是为了要呼应一些，这叫集体恐惧吗？我也不知道。王社里面讲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会恐惧到，会无知到需要用杀人去来安抚人心？这句话很打动我。我在整部剧里面唯二哭的最大最共鸣的2次，这是人人生而平等。我在啊。王社他讲的那2段话太真实，太由内而外了，太压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很大的共鸣。我可能平常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不是那么会讲，所以我讲不出我的感受。他讲得很对，就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台湾自然也很棒。我们如果真的够棒，大家够有智慧，够有一颗安定跟坚定的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如此的害怕恐惧到要把一个罪人赶紧杀掉来解决问题。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剧中在最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有的确做出很多让加害者家属跟被害者的家属去做一个直接的疗愈性的沟通。它带给了大家的能量，还有是造成所有我们现在包含你跟我观众跟 YouTuber 间的沟通，这些都是很棒的。不管对跟错，永远中间是有沟通的存在。观众的智商平均只有7岁，当然他不是要攻击所有的观众，那当然这句话一定有他某些依据，当然他毕竟还是剧里面的台词，这句话真的有的时候却那么的血淋淋的，好像是对的。可是我要讲的，我最喜欢的第2句话，也是在媒体人身上讲出来的哦，是洪都拉斯演的。他说：“哇，我们的台湾的观众太棒了，太有智慧，太有 sense 了。”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一定要如此的悲观，我们不一定要如此的负面，甚至假设我们知道观众的平均智商真的只有7岁，那我们还是可以乐观的想办法，乐观的去解决，或者想说我们怎么样变得更成熟一点。在剧中，他们的新闻台越来越有品味，开始做一些比较深度的专题报道的时候，得到了很多正面的能量。尤其是这一部戏，在现在我说剧外观众的好评，也代表的是，其实观众们，我、你、他，我们所有人还是渴望正能量的东西、好的东西、深度的报道。剧中的这个决策，为什么要用杀人来安抚人民？而且这个地方，我其实要非常想要谴责，而且最大的不妥，其实应该是政府这个决策。当然，在剧中啊，老高说过一句话，说人类啊，看到什么外星人啊，看到什么其他的物种啊，因为未知，因为害怕，赶紧把它杀掉。但是等等，科学家一定很惋惜，或是很多电影里面演某些怪物来到地球或从海底里蹦出来，我们赶紧开枪扫。这是出自于无知、恐惧、害怕，其实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或了解。就好比它是一个实验的对象，可以做研究的对象。为了要防止未来会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要去深入了解。这个人他出现，他有罪，对，我也同意。可是没有在正常的程序走，似乎在暗讽，因为民粹，因为民意。所以赶紧把这个人杀掉。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把这个罪人给杀了之后，他也拍出来，其实被害者的家属并没有得到政府实际的关切关照，伤痛还是在那儿。被害者跟加害者的家属并没有因为赶紧把这个罪人给杀掉而获得什么。社会真的得到安抚了吗？这个要打上一个问号。剧中其实丢出了很多问题，让所有的观众去自行了解、自行去沟通。就像我这支影片，我也没有绝对的答案，也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沟通。
有的时候研究这些东西，对你我更加了解，我们不会去那么的恐惧，那么的慌张，甚至带给自己那么多的情绪。即便我们是受害者，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今天被某些人无缘无故的谩骂了，酸民也好，网络上的匿名者。可是如果我由衷的知道他们也许怎么样，所以讲出某些话，那我不会由衷的那么生气，我会觉得反而应该没事。我了解他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怎么了，所以他到网络上怎么了。就也好比像《失控围城》这部电影里面的，是在讲这个孟买大饭店真实的恐攻事件，里面有一个戴着头巾的这个印度人，他要上前去帮助一个比较老的白人太太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一个。不能说由衷的歧视，而是因为他无知，他恐惧，他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带着这样，他以为是恐怖分子，抗拒之类的。可是经过沟通，男主角给他看手机，说这是我的家人，我很爱他们，去融化了这个隔阂。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了解后，我们比较不会害怕，我们更能够坚强，也更能够包容。Netflix 的《My Hunter》破案神探，不是神经病们或是杀人魔都不值得被研究，他们犯罪了，对，没错，是事实。可是你去看这个影集，他在讲1970还1980美国怎样，因为这些事情，所以现在会有了犯罪心理学，跟很多的文献跟书本可以去给警察、给刑警去看，让他们去做研读。他们在未来侦破案件，或者是预防事件悲剧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个谱。这就是前人的功劳。那我相信当时去做研究这些人，可能身边的人也会不谅解，觉得你干嘛一直去监狱去访问一个神经病啊？他就是神经病，你还去找他讲话？可是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精神，所以了解口中那些神经病，或了解那些杀人犯，或了解那些有病的人，不是都是坏事。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一起变一个更有知识的人。所以各位，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或碰到某些新闻的时候，可以先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自己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坚硬。我们也越来越不会受到情绪的干预，不明白而害怕，甚至狂妄的擅自发言。希望共勉之，谢谢各位，我已经把我想要讲的大致上都讲完了。希望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赶紧去看这一部戏，我们与恶的距离非常非常的棒，每一个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好，导演、镜头、情节都非常非常棒，真的很推荐。那也希望有任何可以一起讨论的地方，留言在下面。谢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我是周贤忠 JOE。我今天用了吃奶的力气，用全力在讲，我的喉咙快爆了。谢谢你们，我们下次再见。观众最棒了！我要真的感谢，其实有 sense、有品味的观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要相信大家是喜欢看更好的东西，我们一起加油。